那天早上6点，北京环球影城门口已经站满了疯子。8月2号，北京环球影城5周年，周深空降领航大巡游，现场首唱5周年主题曲消息放出来的时候是晚上11点多。我刷到那条推送的时候，正躺在床上刷手机，拇指顿住了3秒钟。评论区已经炸了，不是那种好期待好棒的客套炸，是我已经在看机票了，年假只剩2天，但不管了，老公对不起，这个月信用卡你来，还那种炸。真实的，带着体温的，甚至有点不管不顾的炸说走就走这4个字，哥平时是文艺青年的矫情，哥这帮人身上是真金白银的行动力，一首歌怎么就成了出发的理由？我认真想过这个问题。周深又不是没唱过歌，他年年都在唱，综艺、晚会、Boost 产量高的离谱，凭什么偏偏这一首，偏偏这一场能让人把生活按下暂停键？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不是因为歌有多新，是因为第一次5周年主题曲线上发过，循环过，洗澡的时候哼过，通勤地铁里戴着耳机单曲循环过，但他从来没有被完整地站在你面前带着呼吸和换气声的唱过。这个第一次太要命了，它意味着你听到的不再是录音棚里修了800遍的成品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在你目力可及的距离里，把那些音符一个一个递给你。粉丝蹲了一早上，等的就是这个，不是等一个明星出场，是等那首歌从屏幕里走出来，变成空气里的震动，变成你胸腔里跟着颤的那一下。我那个朋友，平时午饭超过25块钱都要纠结半天的人，为了这一早上，来回机票加住宿花了小6000。我说你疯了吧？他特别平静地跟我说，他唱大鱼那年我大3，考研考崩了，在图书馆哭，是这首歌把我从那个晚上拽回来的。我现在去听他唱一次新的歌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确实怎么了？他没有炸场，但所有人都哭了。巡游那天我没挤到前排，站在大概第5排还是第6排的位置。说实话，看不太清脸，就看见一个瘦瘦的影子在彩车前面走，但声音是清楚的。环球影城那种开阔的场地，风会把声音吹散一点，可他的嗓子像是自带穿透力，不是那种飙高音的穿透，是细细的一根线，稳稳地穿过所有嘈杂，直接扎进你耳朵里。主题曲前奏响起来的时候，我前面一个姑娘突然就捂住了嘴，不是那种夸张的尖叫，是那种天哪，真的开始了的，带着点不敢置信的捂嘴。然后她肩膀抖了一下，周深唱得很稳，没有刻意炫技，没有把每个高音都顶到天花板上去示威，他就是很认真地一个字一个字的把那首歌唱完。中间有一段他停下来跟观众互动，说了句特别普通的话，大意是谢谢你们来，今天太阳挺大的，你们辛苦了，语气就像邻居跟你打招呼，一点架子没有，甚至带着点不好意思，然后全场就笑了，那种很松弛的笑。紧接着他接着唱副歌，底下几千人跟着一起哼，不是那种演唱会里被煽动出来的大合唱，是自发的，轻轻的，像怕打扰到他的那种哼。乐园里的背景音乐都关了，就剩人声。那一刻，环球影城不是环球影城了，就是一个巨大的露天的没有屋顶的客厅，所有人挤在一起听一个人唱歌。我后来看到主办方发了通知，呼吁文明观演，不要推挤，不要往台前冲。你想想，得是什么样的人流量和热情，才能让一个主题乐园专门发这种提醒？那天的客流量据说破了近期记录，不是为了过山车，不是为了变形金刚，就是为了听一个人站在那唱歌。我们到底在为什么买单？我见过太多演出，声光电拉满的，舞台搭的像航天发射的，伴舞几十号人齐刷刷翻跟头的，看完确实震撼，发个朋友圈，配文太炸了，然后第2天就忘了。周深不是这种，他的现场没有烟花，没有升降台，没有干冰烟雾把他裹成神仙，他就穿一件简简单单的衣服，站在那儿张嘴，然后你就发现，哦，原来一个人安安静静唱歌是可以让几千人同时安静下来的。这东西没法用技术指标解释，不是他音域多宽，不是他气息多稳，当然这些他都厉害，而是他唱歌的时候你信他，你信他真的在唱给你听，不是在完成一个工作，不是在走一个流程。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稀缺的东西，我想了很久，觉得最接近的词是在场。他整个人是完完全全在那首歌里的，没有分心，没有表演感，没有你们看我很厉害的暗示，所以真诚比武没管用。这话听着像鸡汤，但你真去一次他的现场就懂了。当周围几千人都在安安静静听一个人唱歌，连手机都忘了举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不是舞美能做到的事，这是一个人用嗓子，用情感，用那种笨拙的认真换来的信任。那些说走就走背后的东西，我后来翻了翻那天的社交网络，超话里全是现场视频，画质参差不齐，有的抖得厉害，有的收音全是风噪，
但每条底下都是我在现场我哭死了值了真的值了，还有好多没去成的人在底下留言。下次一定求求再来一次，我这边小城市没有航班直飞，好羡慕。语气不是抱怨，是一种温柔的遗憾，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。我们这代人20多30多，生活基本被工作、房贷、各种社会角色塞满了，能让自己不管了就去的事情越来越少。你很难为一件纯粹因为喜欢的事情做出冲动的决定。但周深的歌好像给了大家一个出口，一个我不用有理由，我就是想去的出口。他那些歌，什么大鱼、光亮、花开忘忧，早就不是单纯的流行音乐了，他们嵌进了很多人具体的生命节点里。考研的深夜，失恋的凌晨，异地打工的出租屋里，产房里等孩子出生的那几个小时，你带着这些记忆去现场听他唱一首新歌，那个体验是叠加的，是厚重的，不是1场2小时的娱乐消费能概括的。所以那帮平时精打细算的人，一到他的事上就突然大方了。不是钱多的没处花，是这件事在他们心里的定价体系跟别的不一样。这不是追星，这是给自己生活里那些被歌声拖住的时刻补一个当面的谢谢。散场之后，巡游结束的时候已经下午了，太阳还是毒，人群慢慢散开，往园区各个方向走。有人还在哼那段旋律，有人坐在花坛边上翻手机里的视频反复看，有人打电话跟没来的朋友实时播报。你真的亏大了，现场跟录音完全不是一个东西。我那个朋友从人群里挤出来，妆花了，嗓子喊哑了，额头晒得通红。我问他值不值，他灌了半瓶矿泉水，说了句特别轻的话。他中间看我们这个方向的时候笑了一下，就那一下够了。你看，3000多块钱，飞了1000多公里，站了一上午，晒脱了一层皮，最后值回票价的是什么？不是那首歌，搁在手机里随时能听，是一个笑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隔着几米的距离，朝你的方向弯了一下嘴角，这就是现场的意义。这就是为什么流媒体时代我们还在往人堆里挤，因为屏幕给不了你那个他确实在这里，我确实在这里，我们共同经历了这几分钟的证据。那天晚上我陪他坐地铁回酒店，他戴着耳机，外放了一点点声音，是周深很早之前的一首老歌。车厢很空，灯光白惨惨的，他靠着车窗，眼睛半闭着，嘴角带着一点心满意足的弧度。我没说话。有些时刻不需要评价，不需要分析，不需要写成3000字的文章去解构，他就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，被一首歌接住了，跟很多年前的某个深夜一样。只是那一次，递出歌声的人终于从屏幕里走出来了。你们有没有这样一首歌，或者这样一个人？不一定是周深，可以是任何人，就是那种你愿意为了见他一面，把计划全部推翻，买一张最近的车票，什么都不想就出发的那种。